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35.87，收盘价是143.7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45.39，最低价是在134.2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031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46倍。量增，我们可以称为这是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是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转变的趋势变强。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那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位置中。那当日的收盘价是超过前高，也就是1月18日的这个高点，并且在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是上涨的信号 K 线。那通常在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技术上的进场点。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30.5，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138附近。那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43.75。那我们会看到，对，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1月18日的最高，并且呢抱有大的成交量。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这是一根继续上涨的 K 线，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后续的上行。那么对于1月24日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我们说将是161。那我们会看到在前一日的 K 线它完成了2个目标，一个是突破了136，也就是站上了前高。另外一个呢是它站上了143，143是通往161之前的一个关键压力位，也就是强压力。对，所以在前一日的 K 线它完成了这2个任务。那在接下来的1月24日，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161。对，好，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完成这个目标之前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将成为压力。好，那我们继续向上看。那如果完成了日后，如果完成了161这样的一个目标，继续向上的目标，那我们再给出一个点位，就是198.92，也就是200关口。那198.92是1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加一条辅助线。好，那么这个目标呢，它正好是在200关口的附近。对，
所以我们说，向上的两个目标，一个是161，一个就是上方的200关口。好，那么我们说，在到达161之前呢，这个5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强压力。那我们说，对，在这个位置，我们说还会有一个强压力。那第二个目标是200关口，那我们来向回看，从12月1日一直到1月6日，我们会看到这是股价一直在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当中。那也就是在101和12月1日的最高在198，这是一个近期股价下跌的一个区间。那我们说股价要重新站上198这个位置呢，那在这两个点之间有一个50%的成本线，实际上就是在150附近或者154附近，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在这个位置。好，那么154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一个压力位。我们变换一下颜色。那这条线它不是目标位，而是一个压力位。对，也就是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我们会看到150将是关键的一个点位。那如果能够站上它呢，也就是突破了这个12月1日到1月6日这个下跌。如果我们把这些 K 线合并之后，是一根长长的长红实体棒。那如果能够站上154这个位置呢，我们说股价将会是有一个这个也就是为站上200关口呢奠定一个目标，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我们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说143已经站上，我们把它删除；136也已经突破，我们把它也删除。那我们来看下行，那股价如果在近期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那它的目标我们说将是跌破1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24.30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实际上是这个缺口的上沿。好的，那我们说第一个目标在为什么把它设定为第一个下行的目标，也就是跌破这个点位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头高底高的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会看到股价要到达这个目标它会有前低，也就是1月23日这根 K 线最低，有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我们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或者和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K 线的焦点，都会成为支撑。对，所以说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24这个位置。好，那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将是115，也就是1月13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根 K 线的最低呢，是我们定义这个上行趋势线的第二个低点，第二个底高的这个底部的高点。好，那么我们说股价如果要跌破115呢，如果对于1月24日来说，当日 K 线和20日均线值的焦点，这个位置将成为一个强支撑。对，当然
我们不认为在1月24日啊，股价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我们只是说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124，那接下来目标是115。我们说对于1月24日来说，或者今后几个交易日来说，这个20均线值啊将会成为支撑。好，那跌破了115呢？我们说接下来下行的目标就是前低101，也就是它的接下来目标就要创造新低。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1月24日来说，盘中我们要关注2个点，一个就是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我们要关注150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调整一下辅助线，我们把这154这个线啊，因为这154啊，它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我们刚才计算的时候有一些误差，这个从200关口到101呢，实际上它的水平线应该是在150附近。我们把它下调一下，这是我们刚才计算的一个错误。好的，我们调整到150。说对于1月24日来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能够突破150。在这里我们讲的突破是指它的收盘价能否站上150。对的。好，那么还有一个点位，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应该是在137附近。我们把这条红线调整到137。好，这是我们日内关注的2个点，一个是150，一个是137。那我们说150股价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回档。对，那137，我们说股价如果在1月24日开盘之后出现回档呢，我们说在137这个位置啊，很容易遇支撑而继续掉头向上。好，那这是我们1月24日盘中要关注的2个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技术上的进场点。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的解读说了，1月23日这个收盘价在143.75这个位置，它是技术上的进场点。好，我们延续之前的一个叫做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是在1月17日这个收盘价131.49，这个点也是站上前高，然后呢出现量增，它是技术上进场点。当时我们给出的守停损位置是在1月13日这根 K 线最低115。好，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也就是1月18日和1月19日出现了回档，我们会看到在缺口这个地方啊，就遇到了支撑。那如果守停损在115呢，现在应该是继续持有的。那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2个交易日，股价又出现了上行。那我们说在143的这个位置，143.75这个位置呢，是技术上进场点。那在这个点位上呢，可以继续加仓。对，好。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呢，守停损，我们目前要守5日均线值，也就是说，在接下来日后的生成的 K 线，它的收盘价，不能跌破5日均线值。一旦跌破5日均线值呢，应该是离场。对，如果说在之前还有这个进场的仓位持仓，那我们说可以守停损，守20均线值。对，好，以上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4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是
145。第二个压力位是150，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好，那第三个压力位呢，我们说是161，是这个水平线。好，当然我们说在这期间啊，这个50日均线值也是压力，那我们把它和150可以合并，我们说150到153之间，对的。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的支撑呢，我们说，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啊，是在135到137之间。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29到130之间。对，然后我们会看到还有当日 K 线和这个趋势线的交点是在131附近。对，那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上方的这几个点位合并，那么第一个支撑区间，我们说应该是从129，在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是137，在这个位置，这都是支撑，因为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所以第一个支撑区间我们定义的是129到137之间。好，那么第二个支撑我们说是122到124，这里边涵盖了1月19日的最低，当然下方还有这个缺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值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对，这是第二个支撑。好，第三个支撑就是115这条水平线，当然再向下是101。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说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继续上涨，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143，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53.50，收盘会收在152，在这个位置。对，那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上涨呢，就是继续向上突破，站上150，甚至是50日均线值这个关键的压力区间。对，那么它的条件呢是股价必须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43的。对，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继续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那出现横盘呢，它将是一个低开盘，对，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47，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139，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44附近，也就是出现横盘。那出现横盘的条件，是它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7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横盘。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